无人机这个话题虽然不算特别新颖，但是从目前各个国内外网友的眼中出现的频率上来看，崛起已经是势不可挡了。作为未来空军的主要力量，居民们想来都是十分好奇。那么今天就来听听外国人是如何评论中国的无人机技术。近日，国外一家媒体网站 We Are the Mighty 发布了一篇关于中国无人机力量的未来发展的文章。文章中表示，中国的无人机力量将会更快、更隐秘、更自杀，并且对于这一点，美国或许已经认识到了。在2021年版的国防授权法中，已经承认中国是崛起全球军事和经济强国。不过在这方面，这个方案或许并不想看到，于是在其中还包括了一些旨在阻止中国崛起的太平洋防御计划。值得一提的是，自从阿塞拜疆的军队在土耳其的帮助下，在即便亚美尼亚武装力量更强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其中，无人驾驶飞机占据了决定性的胜利，直接打得亚美尼亚怀疑人生。想想，只要出现在没有遮挡物的地方，就有被无人机发现的可能，甚至会招来无人机编队。所以在这之后，无人机在众多军迷的眼中开始亮丽起来。军事发言人尼勒雄说的话，未来战争中将会涉及更多的技术和更少的人，制空权是战争胜利的关键，因此无人机将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的无人机，美媒是这样评价的：解放军正在开发具有更好隐身性、速度、耐力和高度能力的新型无人机，包括新型自杀型无人机，可以通过直升机或者地面战术车辆成群发射。而这个暂时并没有更好的针对手段，美国或许很难防范。外媒所举出的例子，就是前段时间公布的车载式48连射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作为蜂群无人机系统，当时官方直接放出了成功试验了蜂群组合小型无人机从发射、侦察到列阵攻击等多种组合模式的视频。中国军队目前已经拥有大量的各种类型无人机，这些年还频频向国外出售各种类型的无人机，比如彩虹系列的无人机、翼龙无人机等等。这些不仅在国际上获得相当多的好评，增加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同时在另一方面还体现了中国无人技术的精进。外媒还提到了中国在各项技术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更是已经有了第一海外基地。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和俄罗斯都将会是美国军方最强大的对手。解放军步兵战士未来穿上外骨架装备以后，有什么革命性进化呢？解放军战士真能升级为钢铁侠吗？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今年中国外骨架装备在新闻媒体出场率越来越高。最初是解放军卫生兵小姐姐穿着外骨架，扛着彪形大汉一样的男战友轻松跑几百米，再到青藏高原，中国炊事班穿着外骨架背着几十公斤重的外卖去山地前线，最后连回收长安5号的地面人员也穿着外骨架，抱着50多公斤的通信箱，冒着零下30度低温，在草原上轻松奔跑。中国的外骨架装备应用范围和深度已经达到极高的层次。未来解放军步兵战士穿上外骨架装备以后，会有什么革命性进化呢？首先说明，中国广泛应用的外骨架装备是无动力的，就是没有外来动力助力，活动依靠人本身。它主要作用是支撑人受到的负重，减少人的负担。根据航天部门介绍，无动力外骨架可以减少50%以上的人体负重，减少30%体力消耗。根据这个数据，考虑到士兵装备可以直接挂在外骨架上面，不需要士兵直接负重，因此一个解放军士兵装备外骨架以后，负重能力可以从20公斤提升至55公斤甚至以上，意味着解放军战士有更多的负重，配重更强的火力或者更强的防御。先说防御方面，外骨架装备能够配置最高防御等级的防弹衣以及全封闭头盔，而且这些防御配置对于士兵来说是没有多少负重感，或许活动只有一些不太灵活，因为这些防御装备大部分是外骨架本身作为支撑，人体对负重只是腿部和手臂的装备活动起来多费点力气。古代欧洲的板甲40多公斤重，但是看现代人穿着这些盔甲照样可以行走自然，不影响挥舞武器，因为板甲是本身承受重量，人承受少量重量。外骨架配置防弹衣和头盔同样也是这个原理。头盔是士兵重要装备，防御力够强的头盔让士兵避免被子弹爆头，但是头盔太重影响士兵的战斗力，而外骨架配置头盔，士兵不用承担大部分头盔重量，因此头盔不但可以做得更加坚固，而且可以兼容更多功能。头盔上面配置多眼大广角夜视仪和长焦镜头，内置配备 VR 眼镜、通讯耳麦等等。
一个头盔综合无数战略信息，完成一个战士信息化升级。最后是武器，外骨架首先能提高战士的弹药数量。以前战士带10个弹匣就感到重，有外骨架带30个弹匣，外加10个手榴弹、30个枪榴弹，甚至多加3到4个一次性火箭筒，都是一件简单的事。装备外骨架的战士一次可以带3个普通战士的弹药。如果外骨架可以把枪械的后坐力直接传递到地面，减少枪械射击震动，那么解放军不用5.8毫米小口径步枪，改用7.62毫米机枪更爽，甚至直接提着1.27重机枪扫射也是可以尝试一下。解放军外骨架装备逐步尝试多领域应用，创造出不同的新武器搭配和新战法。随着外骨架技术提升，解放军的战士拥有钢铁一样的作战意志，加上钢铁一样防御、钢雨一样的火力，逐步升级为钢铁侠。神奇的现象，全球军事观察人士都非常奇怪，为何美国空军一定要用中国无人机？为何说美军公开的解释实际上就是嘴硬？敬请关注本节目。2019年，美国通过了一项无人机安全立法，明确禁止了美国官方采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国家制造的无人机。中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位列其中。这项立法并不禁止美国普通人采购，而是美国官方包括美国军队禁止采购。但从过去1年时间来看，美军并没有遵守决策者们立下的法规。最新的消息显示，2020年9月，美国空军特种部队司令部从中国企业采购了57架先进的无人机。当然，这不是中国企业出售的军用无人机，而是4亿民用无人机。但是美国立法是禁止采购所有的无人机，包括军用和民用。美国空军特种部队司令部是通过特别申请获得了该禁止采购立法的豁免权。也就是说，这项禁令并没有被封死，而是给了美军申请的特权。但是一个疑问在美军高层决策者中回旋不去，那就是美国空军为何一定要用中国的无人机？中国企业生产的民用4旋翼无人机占据了全球70%的市场，这显示美国空军至少还有另外30%市场的无人机可以选用。似乎无机可用这种说法显得很难解释，美国企业也可以生产4旋翼无人机。实际上，在过去一段时间，有美国人曾想推动美国禁止中国企业无人机的想法，这让美国无人机生产企业欣喜若狂，一度认为他们崛起的时间到了。这显示美国的确有企业可以生产同中国企业类似的产品，只不过他们在市场上不具备竞争优势。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大的科技大国，也是在无人机技术方面拥有最多专利的国家，他们完全可以为美军提供类似中国企业生产的无人机。为什么美军依旧要采购中国无人机？尽管美国高层决策人士已经立法禁止美军采购中国企业无人机，尽管他们是中国企业生产的民用无人机为安全威胁，但美国决策者们还是批准了美国空军特种部队司令部的申请，这是一个神奇的现象。当然，这不光是让美国人好奇的现象，让全球军事观察人士都觉得美国空军此举非常奇怪。在面对这样的询问时，美国空军进行了数次公开解释。美国空军坚持认为，购买中国企业无人机将被用来训练飞行员如何对付无人机，甚至用来训练击败无人机的技术。也就是说，中国无人机可以让美国空军测试反无人机能力，你信吗？不过，这样的解释很难说服质疑者。难道美国企业生产的类似无人机就无法让美军训练反无人机战术吗？实际上，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美国人在嘴硬，不愿意承认一个现实：中国至少在民用无人机领域已经技术领先了美国业者。中国企业的无人机技术的确冠绝全球，可以说这是中国唯一对全球形成垄断的新科技领域。事实上就是如此，除了中国企业的无人机，美国空军的确是无机可用。